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聊元朝。很多朋友对元朝不太了解，这也难怪。元朝国祚的时间并不长，只有90多年，总共经历了11位皇帝。可能大家有印象的也就是忽必烈，很多描写朱元璋的影视作品都会提到至正多少年如何如何。至正呢就是元顺帝的年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中间这9个皇帝怎么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其实呢这也难怪。大家想啊，元朝是建立于公元1271年，到了公元1368年的时候就灭亡了，总共国祚不过是98年。第一个皇帝忽必烈，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就占据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上的年份，一大半的国祚都让这2个皇帝占了，剩下的40多年让这9个皇帝来分，每个皇帝平均分起来还不到5年，就这4-5年时间，你说他能干什么？而且啊，他们的皇位得来都是经过了腥风血雨的，自然登基以后，每天也就担心着会不会有一天有人也用同样的方法把他赶下台，要他的命。所以啊，根本就没有心思处理政务，自然在政绩上也就不会有什么存在感。而且啊，大家知道这些蒙古皇帝的名字还特别长，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些皇帝的全名，马上就会出来一大串互不相干的字。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你在找什么，你还以为你的电脑中了病毒出乱码了呢。那么元朝为什么只持续了这么短的时间呢？在中国历史上呢，一般的王朝如果度过了起初的不稳定期以后，一般的都会有200-300年的国祚。比如说汉朝、唐朝、宋朝，还有后面的明朝、清朝。而秦朝和隋朝呢，根本就没有度过王朝的不稳定期，就二世而亡了。元朝呢，好歹也有98年的国祚，也算是度过了最初的不稳定期，但是呢，仍然没有熬过100年。而且元朝大家发现没有，他当时并没有什么外患，像历史上的宋朝、明朝，他们当时都面临着草原民族的强劲挑战，而元朝本来就是草原民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能够再威胁他的游牧民族。那有人说，那是因为元朝最后爆发了元末大起义，像什么刘福通啊、张士诚、朱元璋，这些起义最后使得元朝灭亡。可是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看到更多的元末农民战争的景象是农民军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很多朱元璋如何跟张士诚打，朱元璋如何跟陈友谅打，而元朝的军队干嘛呢？作为那时候这块土地的主人，他却好像是一个打酱油的，就眼看着那些反贼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杀来杀去，然后谁赢了他就把地盘送给谁当做奖励，就好像是说我的命天注定，不注定的就是看看谁来要我的命。元朝的皇帝们当然不想这样，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没闲着，他们在忙着平定内乱，他们内部已经是腐朽不堪，千疮百孔，即使没有农民起义，他们估计也撑不了几年了。元朝的前身可是席卷天下、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呀，怎么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后便落得如此的不堪呢？元朝与蒙古帝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元朝是不是就是蒙古帝国？如果是的话，那么元朝还是中国的朝代吗？据说元朝实行的是种族歧视政策，全国的人分为4等，第1等自然是蒙古人，第2等是色目人，就是那些来自于西域地方的人，第3等呢是汉人，指的是北方的汉人，同时呢也包括契丹人和金人，第4等就是最差的一等，是南人，就是属于当年南宋政权统治的百姓。还听说元朝人对汉人是日夜的防范，为了担心汉人造反，严格限制汉人持有铁器，据说每10户汉人家庭才能拥有1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还由1名蒙古人负责保管。还有更过分的，说汉人结婚以后，新娘的出夜权一定要交给蒙古人。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汉人会将自己生下来的第1个孩子摔死，这叫摔头胎，就是因为担心这个孩子会是蒙古人的种。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是耸人听闻，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说元朝的历史有一个人物一定是避不开，那就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就被仇人所杀，临死的时候，他父亲告诉他，一定要杀光他仇人部落中所有高过车轮的男孩。成吉思汗记住了这句话，但是他第一个杀的人却是他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那时候成吉思汗还不到10岁，他的哥哥也不过10来岁，身高也是刚刚高过车轮，算是达标了。
成吉思汗后来统一了蒙古各部，他虽然不识字，但却是一个军事天才。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率领他的蒙古大军开始西征。在他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文明程度都比蒙古人要高，特别是阿拉伯文明。公元13世纪的时候，正是阿拉伯文明灿烂辉煌的时候。蒙古大军一路杀来，对当时的文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蒙古大军也攻入了欧洲，但没有进入西欧。这恐怕也是西欧在后来成为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策源地的原因之一。因为西欧在蒙古西征过程中免于一劫。有一个地区，蒙古去征服的时候，他们当地的文明还不如蒙古人。这个地区呢，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蒙古人后来在这里建立了金帐汗国。在讲成吉思汗蒙古西征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会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差不多1500年前也走过了与成吉思汗差不多相同的路线。不过呢，成吉思汗的方向是从东向西，而他呢，则是从西向东。这个人就是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细想一下，他与成吉思汗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凭一己之力征服了当时的欧亚大陆，这是其一。其二呢，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相对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来说，他们的文化呢比较落后。在中原人的华夷之变中，他们属于夷的那一边。亚历山大统一的马其顿王国，当时呢是处在希腊的北部，相对于古希腊而言，马其顿王国也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和蒙古帝国的地位差不多。在当时的斯巴达和雅典人眼里，他们都算是野蛮人，但他们和蒙古帝国一样，凭武力征服了希腊各城邦，然后组成了希腊联军，开始了向东方的远征，一路打到了印度。如果再往西的话，那时候正赶上是中国的战国时期，那他们一定会碰上秦国的虎狼之势。不光是过程比较像，这两个帝国的结果也是非常的像。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病逝以后，马上就分裂成了3个王国，其中有统治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统治东方的安留古帝国，以及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大家熟悉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巴特拉就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她的先祖托勒密以前就是亚历山大帐下的一员大将。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也一样，在成吉思汗去世以后，他以前所占领土的 80%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纷纷丢失，最后形成了除中央政权以外的4大汗国，其中呢包括在现在新疆境内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在现在中亚附近的伊尔汗国，再加上成吉思汗的长子朱赤建立的钦察汗国，后来改名叫金帐汗国，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蒙古帝国呢是长于破坏，不长于建设。铁骑掠过，人头落地，寸草不生，但砍下一个人头容易，要让这些人能生活得好，可是难得很。古今中外有很多这样的政权，搞破坏是一门灵，搞建设是两眼瞎。毕竟打破一个旧秩序需要的是勇气、热情，甚至呢还要带一点点狂热，而建立一个新秩序则需要冷静、理性和逻辑，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力道。就像你让一个跳高运动员去举重，最后的结果肯定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散落在举重台上的肯定不光是杠铃。蒙古帝国这种长于破坏的遗传基因，最后也毫不意外地遗传给了元帝国。除了2个帝国结局相似以外，还有一点呢更有意思。大家知道，在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分裂以后，独立出来了一个马其顿共和国。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名称的国家了。那这国家去哪儿了？其实它还在那儿，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北马其顿共和国。为什么要改名呢？因为希腊人不同意。因为在希腊地方有一大片土地就叫马其顿，所以希腊人就说了，我这就有一个马其顿，你还叫马其顿共和国，你到底有几个意思？你是不是有什么领土上的企图呢？而且希腊人坚称，你们根本就不配称作马其顿人，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希腊人，你们是斯拉夫人。马其顿这个地方呢，后来确实是被斯拉夫人入侵，现在在马其顿共和国的大部分都是斯拉夫人，以前的希腊马其顿人已经移居到了希腊境内，所以最后呢，马其顿斯拉夫人跟希腊商量，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又经过全民公决，将自己的国名改成了北马其顿共和国。所以古马其顿王国实际上现在分成2部分，一部分呢可以称作南马其顿，是在希腊境内，
还有一部分呢是斯拉夫人的北马其顿，现在已经独立建国。而蒙古帝国呢也很有意思，马其顿帝国是以落后的马其顿文明征服了比较高的希腊城邦文明，而蒙古帝国呢也是以比较落后的蒙古文明征服了更加先进的中原文明。马其顿帝国后来一分为二，蒙古帝国也是一样，现在分为了内蒙古与外蒙古。外蒙古也是独立建国，而内蒙古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隔1500多年的两个帝国，在很多地方却有着很多奇妙的相似之处。不管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宿命般的安排，都让我们觉得历史是多么的有趣。成吉思汗去世以后，汗位竟然空置了2年之久，这在中原王朝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原王朝讲究的是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在这2年时间内，真正的蒙古帝国的掌权人是谁呢？实际上是成吉思汗的4子托雷。托雷大家比较熟悉，在《射雕英雄传》中，他是郭靖的把兄弟，华容的哥哥。托雷是努尔哈赤的幼子，蒙古族人讲究幼子守造，所以在成吉思汗去世以后，成吉思汗在蒙古的那些资产大部分都留给了他的幼子托雷，其中包括他12万军队中的10万。而托雷的那3个哥哥则被分封到了外地建立汗国。成吉思汗那时候还有4个儿子，大儿子朱赤，二儿子察合台，三儿子窝阔台，四儿子托雷。朱赤肯定是不能继承汗位的，这是因为朱赤的身世可疑。当年他的母亲博尔帖在与成吉思汗成婚后没多久就被灭尔契人劫持了。等成吉思汗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怀有身孕，怀的就是他们的长子朱赤。那时候也不可能做什么 DNA 鉴定，所以成吉思汗到头来也不清楚这个儿子到底是不是他的。所以朱赤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客人的意思。大儿子肯定不行了，二儿子察合台也甚不合成吉思汗的心意，那只剩下了窝阔台。在蒙古要想继承大汗之位，一定要通过忽里台大会的推选。忽里台大会是蒙古贵族的这么一个议事的机构，能够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蒙古各部落的长老以及黄金家族的成员。而之所以2年之内依然无人继承汗位，就是因为在2年之内没有人组织召开这个忽里台大会，而当时能够组织召开这个大会的只有托雷。成吉思汗去世的时候，虽然把汗位传给了窝阔台，但是也必须要经过忽里台大会的推选才能正式登基。但这个忽里台大会却迟2年未能召开，所以有些史学家就怀疑这其中是托雷做了手脚，故意拖延忽里台大会的召开。因为他知道窝阔台不仅是父亲指定的汗位继承人，而且呢还得到了他二哥察合台的支持。如果召开忽里台大会的话，那么他目前的权力恐怕就不保了。但最后忽里台大会还是召开了，窝阔台也如愿被推举成了大汗，成了蒙古帝国的第2任大汗。说起来，蒙古人这种继承制确实是有问题，把实力留给了最小的儿子，而把权力给了另外一个儿子，这2个儿子不打架才怪呢。这也是后来元帝国建立以后皇帝频繁更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皇位继承制非常的混乱。托雷和窝阔台的这番明争暗斗与托雷最后之死应该也很有关系。据元史记载说，有一天窝阔台病得很重，蒙古呢确实有很多大夫，不过呢都是蒙古大夫，窝阔台这病怎么治也没治好，最后没办法，只好使出了大杀器，让萨满的那些巫师们在窝阔台的大帐之外跳舞助兴，大家一起 happy。窝阔台在帐里面躺着，说了一句吵死了，然后他就死了。开个玩笑，他们并没有死，萨满巫师还给他开了一剂良药，说大汗这病寻常的药肯定是治不了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病传给自己的亲戚，你这病就能好，你这亲戚当然了就活不了了。窝阔台一听，此计大妙。正好这时候托雷来看望兄长，听到这些话以后，他愿以身代兄去死，于是他就喝下了那名巫师专门为他调制的细菌含量超过了几万倍的特制咒水。再以后，窝阔台的病自然好了，而托雷在几个月以后则暴毙而亡。元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而据另外一本史书《史籍》中则说，托雷是在喝了这杯咒水以后几天之内就暴毙了。《史籍》这本史书呢是成书于公元1300年到公元1310年，是当时伊尔汗国的一名丞相所著，所以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按照元史和元吉的说法，
托雷是主动带兄去死，而按照另外一本史书《蒙古秘史》的记载，则是窝阔台强令托雷喝下了这杯咒水，也就是说托雷是被毒杀的。蒙古秘史并不是野史，它是蒙古史3大要籍之首。那么托雷到底是怎么死的，恐怕还是一个谜。不过考虑到托雷曾经拖延忽里台大会的召开，从这儿也能看出他与窝阔台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的和睦，至少不会好到愿意带兄去死的程度。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蒙古秘史的记载。窝阔台去世以后，汗位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贵由。这位贵由呢，平时是嗜酒无度，喝的是手足痉挛，在位不过1年多的时间就驾了崩了，死因活够。贵由有儿子，而且还不止一个。按理来说，这个汗位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但蒙古人可并不这么认为。谁还没儿子呢？你有，我也有。比如说托雷也有好几个儿子，最厉害的有当时的长子蒙哥、2子忽必烈、3子去列乌以及4子别里不哥。托雷不光有儿子，还有媳妇儿，他的媳妇儿叫梭鲁和帖尼，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女人。就是在这个女人的大力斡旋之下，在朱赤之子拔都的支持之下，召开了一个忽里台大会。最后的结果，窝阔台的儿子没有继承汗位，托雷的儿子蒙哥则继承了汗位。从那以后，蒙古帝国以及后来的元帝国的汗位就回到了托雷一系。公元1259年，蒙哥在南征时，在攻打四川钓鱼城的时候突然去世。关于他的死因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是他在军中感染了痢疾而死。因为蒙古人是北方人，到了南方以后，多数都是水土不服，像当年赤壁之战的曹操军队一样，军中开始传播痢疾。史籍是采用了这种说法，而南宋时期的一些史书和地方志则说蒙哥是被南宋军队的飞石所伤，不治而亡的。而据《神雕侠侣》记载，蒙哥则是被杨过掷出的一个石块砸死的。反正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死于钓鱼城下，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蒙哥之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他一死，大汗之位又空下来了。有人说，难道蒙哥没儿子吗？蒙哥有儿子，而且也是不止一个。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你有儿子，谁没有啊？蒙古人根本就不管这一套。他的几个弟弟中，当时序列乌和忽必烈都在外边领军作战，这时候也就不管不顾的往家跑，准备争夺大汗之位。序列乌那时候正在率领蒙古军队进行第3次西征，当时已经打到了叙利亚，知道汗位空悬，序列乌率军回师去争夺大汗之位。设想一下，如果蒙哥不死的话，那么序列乌的这次西征很可能对当时的伊斯兰世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忽必烈呢，在这之前他正在进攻大理，刚刚把大理国的国王段智兴打成了金庸小说中的一灯大师。这时候听到他哥哥的死讯，也是不顾一切的回师，与他的几个弟弟一起争夺汗位。而另外一个弟弟别里不哥则以逸待劳，迎接他2个兄弟的挑战。最后的胜利者是忽必烈，但从此也造成了蒙古帝国的分裂。蒙古帝国的其他几个汗国认为忽必烈没有经过忽里台大会的推举，所以他的继位是不合法的。于是几个汗国就联合起来抵制忽必烈的中央政权。所以呢，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与其他几个汗国是各行其事，蒙古帝国也就从此分裂。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到底与蒙古帝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蒙古帝国分裂以后成立的一个子帝国，还是蒙古帝国的主干部分？多数西方的史学家认为，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蒙古帝国就包括了元帝国以及4大汗国，蒙古帝国是他们的统称，并没有什么元帝国。而中国的史学家呢，则认为元帝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帝国是属于中国的帝国。西方的史学界认为，忽必烈时期虽然4大汗国与忽必烈的汗国已经是各自为政，4大汗国算是事实上的独立了，但是名义上他们仍然从属于蒙古帝国，他们的统治者都一样，都是出自于黄巾家族。而中国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与4大汗国应该分别讨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这个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概念呢，随着时间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在周朝的时候，中国指的就是洛阳城以及周围的这么一块小地方。
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的范围就进一步的扩大了，变成了汉族人活动的区域，就成为中国。到了清朝时期，中国的疆域就更加大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确认中国这个概念呢？是取疆域大的时候，还是取疆域小的时候呢？谭其骧先生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以清朝中期的疆域为准，因为清朝中期以后疆域就比较稳定了。以这个疆域为基准点，如果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就都属于中国历史，而在这疆域之外的则不属于中国历史。那么如果一个王朝它的疆域跨越了中国这个范畴呢，它可能一部分土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内，而另外一部分呢则是在疆域之外。那么这又将如何确认这个朝代是不是属于中国的朝代，属于中国的历史呢？谭其骧先生认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要看这个政权的首都是在哪里。如果首都是在中国的疆域范畴之内，那么它也是中国的历史；如果在外面的话，那自然就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拿这个标准，我们来对照一下四大汗国以及元帝国。建立在西亚地区的伊尔汗国，它的国都是位于现在的伊朗境内，而且它的疆域也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它的历史肯定不是中国的历史。钦察汗国又叫金帐汗国，它的国都虽经过几次迁徙，但都处在伏尔加河流域。虽然它的领土可能有一部分与中国疆域是重合的，但是它的国都肯定不在中国境内，也应该是属于世界历史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它应该属于俄罗斯历史的范畴。而察合台汗国以及窝阔台汗国这两个汗国的疆域呢，都在现在的新疆境内，他们的国都也是在新疆，所以这两个汗国的历史应该被并入中国历史范畴。最后就是元帝国，元帝国定都是大都，现在的北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都是在中国的传统土地上，所以元帝国就是中国的朝代，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这种观点呢，一直以来得到了史学界的大部分人的认可。谭其骧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与他的弟子葛剑雄教授都是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谭老先生总结出的这个标准，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基于他多年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总结而来的。我们当然要对谭先生表示最充分的尊重，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出版于1955年。谭先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发表在1955年到1980年之间，所以谭先生的史学思想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那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中国历史指的就是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内的历史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元朝应该算是中国历史，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传统上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是一段中国人屈辱的历史，是中国人为奴的历史。元朝人修了宋史，明朝人又修了元史，元史又被列入24史之一。从这点上来看，元朝已成为官方认可的中国的正统朝代。明朝为什么要修元史，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那是因为明朝的天下得自于元朝。如果元朝不是正统的话，那么明朝也就不是正统的。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得到的东西是赃物的话，它就不会成为你的合法财产。所以承认元朝实际上是出自于明朝政治上的需要。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化认同角度上来看，这个角度呢，我们再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当时的被统治阶层，那些不管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汉人，他们认为蒙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是历史上正常的王朝更迭，还是被异族人统治的年代？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统治者角度来说，那些元朝的贵族们，那些蒙古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一份子，他们渴望融入中华的文化吗？他们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殖民者，还是当成一个融入者？在融入中原文化方面，蒙元的统治者远远不如在他之前的北魏、辽、金，以及在他之后的清帝国。元朝最推崇汉化的皇帝就是忽必烈，但即便如此，忽必烈也只是粗通汉语。如果需要汉语交流的话，他是需要翻译的。在以后元朝的10几个皇帝中，可能是元文宗略通汉语，他也写汉诗。如果比烂的话，与乾隆皇帝有的一拼。其他的皇帝大部分都是蒙汉杂糅。蒙古人是出身于草原，他们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一直是比较落后。当他们刚刚占领中原北方的时候，他们当时是想把大片的耕地改为牧场，
继续沿袭他们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但很快证明效果很差。当时窝阔台很着急，向外扩张打仗是需要钱的。这些土地虽然占了，但土地上不能直接长出银子，这该怎么办呢？当时的耶律楚材就给他提出建议，说这些土地你还是让它作为耕地，然后你可以收税啊。窝阔台当时都晕了，什么税？我能睡着吗？在他那时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税的概念。即使是后来已经统一了中原的元朝那些皇帝们，他们对汉朝的一些制度还是处于蒙昧阶段。元武宗为了奖励他的弟弟，帮助他夺位有功，竟将他的这个弟弟立为了皇太子。太子那是应该是他的儿子呀。后来元明宗也将他的弟弟后来的文宗列为了皇太子。在他们看来，太子就是皇储的意思，与辈分没什么关系。还有更可笑的，太定帝为了表达对他母亲的尊崇，竟然决定要为他的母亲升职，从太后升职为太皇太后。下面有的大臣马上就告诉他说，这不合适吧，太后那是你妈，太皇太后那是你奶奶。太定帝沉思半晌，然后说，你是不是骂人呢？以往的那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以后，通常都是非常积极的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因为这些典章制度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仍然被现在的王朝所采纳，说明它确实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蒙古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傲娇，他们不屑于去向汉人学习去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在管理国家方面，他们是非常的随心所欲，自由奔放。孟森先生曾说，自由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蒙古人管理国家的手段是非常的粗放，虽然学会了收税，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收，所以就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包税制。什么是包税制呢？简单的说，就是官府先核定这个地区大概我要收多少的税，比如说我要收1万两，然后呢，就由当地的商人，大部分是色目人，由他们来先将这1万两交给官府，然后再由这名商人向当地的百姓收税。这个商人肯定不会是只收1万两的税，他肯定要收3万两，甚至是5万两。他收多少，元朝人不管，反正自己那部分拿到手就可以了。从这点上来看，元朝的贵族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和经营者，而还是把自己当作了掠夺者，就像他们的先祖一样，需要的时候就组织一个南下打劫集团，到中原各地掳掠一番。现在虽然已经入主了中原，但不过就是打劫的手段了有些变化，其他的思路还是一样的。朱元璋曾经评价元朝，说元朝失之以宽。朱元璋对元朝实在是太客气了。元朝的宽与宋朝的宽完全不一样，宋朝的宽是宽人，元朝的宽是宽纵，就是无政府，他什么也不愿意管，他不会管，也不想学，干脆就不管。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元朝人对汉族的人严加防范，他们规定汉族的人每10家才能拥有1把菜刀。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刚才说了，元朝的管理就是宽纵，非常的松散，所以很难想象他能管得住汉族人手中的菜刀。我想即使是目前处在大数据年代，管理1把菜刀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况且大家想，这个说法本身也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10户之家才有1把菜刀，如果每家做饭平均需要1小时的话，那也就是说，第一家人做饭的时候，如果是早上6点的话，那轮到第10家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下午4点。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菜刀怎么做饭？总不能天天吃手撕菜吧？手撕包菜、手撕羊肉、手撕鸡、手撕鬼子。那真要这样的话，那老百姓每人都要有一副好牙口，做菜做饭全靠咬。再者说了，如果蒙古人真的就是为了防卫汉族人造反的话，那光进一个菜刀管用吗？真要造反杀蒙古人的话，1把菜刀和1根已经削尖的竹竿，哪个更有杀伤力？削尖的竹竿如果在粪池里泡2天的话，还具有生化武器的效果呢。还有啊，菜刀有锄头厉害吗？那是不是锄头也要进10加1个呀？其实啊，在元朝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说的10加1菜刀这个条文。虽然它禁止丝铁的买卖，对铁器呢也有很多的规定，但也特别指出了，凡丝铁、农器、锅釜等铁器不在禁限范围之内。那么这种说法是从哪儿来呢？既不是出自元朝，也不是出自明朝，
而是出自于清末民初的一本书，叫《禁余录》。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是反清的，所以他才夸大了一些元朝的暴政，实际上是暗指的是清朝。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出夜权以及摔头胎，其实和石户一把菜刀这样的传闻一样，都是后人夸张出来的。出夜权说的是汉人女子的新婚之夜要将自己的身体首先交给蒙古人，这样才有了后来所谓摔头胎的习俗，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生下的是蒙古人的孩子。不过在史书上我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记载，大家其实仔细想一想，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太靠谱。从文化习俗上来说，汉族人比较注重名节，而蒙古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蒙古人实行的是收继婚制，自己父亲的女人只要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都可以收为己有，更不要说弟媳嫂子了。所以出夜权是汉族人比较看重的事情，而蒙古人并不看重。那没有了出夜权这件事，自然也就不会有摔头胎这样的事情。也许个别的事情会发生，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全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元朝人实行的4等人制呢，是不是也是道听途说，是不是也是杜撰出来的呢？关于这一点呢，在元朝的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找不到任何4等人制的记载，元朝的法律条文也未提及过4等人制。翻阅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说法的来源是出自于涂济所著的《蒙兀儿史记》，涂济也是清末民初的学者，而且只有这一个出处。后来钱穆先生将4等人说写入了他的《国史大纲》，这样这种说法才广为流传，甚至写入了教科书。但最近的教科书我们注意到已经没有了这种说法。但是在元朝期间确实存在着民族之间的歧视，这点也是不容置疑的。汉人杀了蒙古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杀了汉人只会被鞭打57下。为什么是57鞭呢？这是因为本来应该是60鞭，但忽必烈有一个说法是天饶你一鞭，地饶你一鞭，我饶你一鞭，所以减3鞭就变成了57鞭。同样，本来应该打10鞭的也改成7鞭，本来应该打30鞭的改为了27鞭。明末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经说过，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2晋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惧。黄宗羲是明末之人，他还没有经历过清朝，清朝还有第3晋。经过了这3晋之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华传统文化还剩多少？在很多人的眼里，中国的文化就是那些君君臣臣3纲5常，浑然忘了其实这些不过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逆流，而并不是主流。当有些人批判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这些先贤的著作却被堆放在故纸堆中，落满了灰尘。这恐怕才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